在高考填写志愿的最后1分钟，我坐在电脑前，将华大改成了北大。刚点击提交，我资助的贫困生沈浩宇就在群里发了消息。太好了，我查了成绩，我稳上华大，太开心了！以后能继续和如烟婉儿做同学了，望你们多多指教呀。柳如烟秒回：只要你需要，我永远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。我也是，开学第1天，全校都会知道你是本大小姐照的。我看着桌面上3个人站在华大校门口的合照，上面写着顾小雨、柳如烟、林婉，要一起上华大，坚定的笔画时隔许久依旧清晰。我毫不犹豫地将毕业贴撕碎，扔进垃圾桶里，然后在群里回复：柳如烟、林婉，这一次我就不陪你们去了。我回复完后，就立马改了大门的密码，然后开始清空家里所有和他俩有关的东西。我将置物架上许多摆件和玩偶都收了起来，扔进一个箱子里。不知不觉中，东西已经堆满了满满一箱子。我搬着箱子下楼扔到垃圾桶里时，正好撞上从宴会上回来的柳如烟和林婉，他们几乎是一眼就从垃圾箱里看到了那些摆件，2个人瞬间炸毛，立马冲上前。他紧紧抓住我的手：为什么要把我们送你的东西扔掉？顾小雨，就这点小事，你生气就算了，为什么要扔东西？至于做的这么绝吗？我把他们的东西扔掉就做得绝了，他们就破防了。但如果我告诉他们，我早就瞒着他们改了高考志愿，只为永远离开他们，他们岂不是要疯？我没有生气，只是这些东西都发霉了，当然要扔掉。你真的没生气吧？没有，毕竟以后这2人都和我没任何关系了，我有什么气好生的？闻言，林婉立马松了口气，柳如烟眉间也松了松。既然发霉了，扔掉了也好，以后我们再给你买新的。我没开口，只嗯了一声，淡漠地转身离开。看着我的背影，林婉还是看出了不对劲，她知道我是在口是心非，有些烦躁地抓发丝，和柳如烟对视一眼，无奈地扬了扬下巴。要不要去红？你去。林婉刚走出一步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还是顿住了。算了，反正开学那天他要做选择的，他要是还生气，就到时候再跟他解释沈浩宇的事情。柳如烟点了点头，2人各回各家。一连好几天，柳如烟他俩都没来找我。通过沈浩宇没有间断过的朋友圈，我知道他们一直都在陪着沈浩宇完成毕业后的心愿清单，从没去过的游乐园，好奇的天文馆，能从书里看到的长城，他们都一一带着沈浩宇去体验。我挨个看过去，甚至还有心情点个赞。直到这天，我收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。刚收起录取通知书，柳如烟他俩就一起敲响了我的门。顾小雨，我们的录取通知书到了，你的到了吗？要不要一起去拿？不用了，我的已经送到了。我说完就要关门，柳如烟连忙用手抓住门。等等，我订了个包间，一起吃个饭庆祝一下。对，一起吃，吃完后顺便一起去买一下开学物资。我不想去，但2人不肯走，还不肯让我关门。没办法，我只能点头答应，跟着他们走进一家火锅店，辛辣的味道钻入鼻腔。我下意识地揉了揉鼻子，眼睛有些泛红。在预定的座位上，沈浩宇已经在下菜了。你们终于来了，锅都烧开了，我都等你们好久了。看见沈浩宇，我下意识皱起了眉。林婉连忙解释：顾小雨，浩宇说他也要采购物资，我们就叫他一起了。我们以后都是同学，就想着多照顾照顾他而已。再多解释，我都已经不想再听了。我只想赶紧吃完饭，赶紧买完东西回家。可坐在桌前，一口都吃不下去。一个红汤锅里，辣椒多得吓人。沈浩宇吃得过瘾，可我从小就有胃病，吃不了辣，勉强吃了几口，胃里边烧得火辣辣的疼。我叫来服务员，想加几道菜，偏偏菜单刚拿到手，沈浩宇就又抢过去，加了几道更辣的。柳如烟他俩也是含笑看着我，完全忘记了我吃不了辣这回事。这下我可以看出，沈浩宇完全就是故意，我没再像以前那样反抗。然后2个青梅又开始维护沈浩宇，并指着我，这种把戏我都已经厌倦了。于是我只默默喝着白水，一言不发。去商场买开学必备物品时，我在东庄区选了好几件厚衣服。华大就在本市，四季如春，用不到这些厚衣服，你不用买这些的。我知道这些衣服看着还可以，出去旅游可以穿。柳如烟微微蹙眉，动了动唇，却还是什么都没说。回去的路上，沈浩宇犹犹豫豫好久，才扯了车里婉儿和柳如烟的衣袖。婉儿，如烟，我可不可以不回去啊？我住的那边贫民区最近治安不好，我每次回去的时候都很害怕，提心吊胆的。说着，他乞求的抬眸看了林婉和柳如烟一眼。当然可以，你来我家住吧，我家房间很多，随便你挑。来，我家住一段时间也可以，很安全。沈浩宇瞬间止不住笑容，连连道谢，还不着痕迹地看了我一眼。谢谢你们，你们对我真好，我还没住过这样的好房子呢。我靠在车窗上，充耳不闻，目光漫无目的地眺望着远方。沈浩宇住在哪儿都好，都跟我没关系。第2天早上，我接到了爸妈的电话。小雨，你真的想好不去华大了吗？虽然北大更好，但你和如烟、婉儿不是约好了上一所学校的吗？这2小姑娘从小就黏着你，你消失1个小时，她们都受不了。要是知道你换学校，不得发疯啊！
那是他们的事，与我无关。以前的确是因为约定我才想上华大，但北大有我更喜欢的专业，这是我的人生，我自己选择就好。闻言，爸妈也没再劝我，只关心的唠叨几句。既然如此，这段时间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好好的，等我们出完差，忙完这段时间就回来陪你。对了，爸妈给你买了开学礼物，记得去拿。好，谢谢爸妈。我笑着挂断电话，然后打开手机，果然发现10分钟前快递的确给我发了取件提醒，快递放在门口了，请签收。我连忙起身去开门，却发现门口却什么都没有。正满头疑惑要给快递打电话时，沈浩宇突然从柳如烟家走来，晃了晃手里的东西。顾小雨，你是在找这个吗？他手上晃着的赫然是一把小提琴。刚刚看到你门口有快递，就帮你拆了。这是你爸妈送的吗？好漂亮的小提琴啊，我也好想拥有，你能送给我吗？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满眼放光地摸着手上的小提琴，不肯撒手。我从没见过如此没有边界感的人，一时之间都差点怀疑自己听错了。没人告诉你不要随便乱拆别人的东西吗？既然那么喜欢，你不会自己去买吗？沈浩宇瞬间红了眼圈，抽泣道：你明知道我的家境买不起，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？我没空去看沈浩宇的表演，也懒得和他多说，直接伸手去拿小提琴。沈浩宇却死死抱着小提琴，一副十分喜欢的样子，不肯撒手，争夺至今。也不知是谁先放手的，泛着漂亮光泽的小提琴咚的一声摔在地上，完美的琴身裂开，一道难看的裂缝十分显眼。我再也忍不住发了火。沈浩宇！听见吵闹声，柳如烟快步走了出来。隔壁的林婉听见动静，也立马冲了出来，一眼就看到沈浩宇那张梨花带雨的小脸。怎么了？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谁欺负你了？不怪顾小雨，我自己不小心把刚买的小提琴摔了，难过是应该的。我突然出现，他才泄愤似的对我发火，还推了我一下。不过我不生气，只要他能开心一点，我怎样都甘愿。明明沈浩宇说的每个字我都能听懂，可组合在一起，我脑海里却只剩下2个字：荒唐。真是天大的荒唐！没想到他能把黑的都能说成白的。还没等我开口，林婉立马黑着脸对我斥责道：顾小雨，你就算要耍大少爷脾气，也不是这样耍的，给浩宇道歉。顾小雨，你实在做得太过分了，赶紧道歉。我太阳穴都被气得突突直跳，拼命克制着自己的情绪。柳如烟、林婉，这个楼道有监控，你们要看一下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吗？沈浩宇闻言顿时急了，哭得更加的厉害。如烟、婉儿，你们不要怪顾小雨，我真的没事。你们这样为我出头，以后我都不能和顾小雨做朋友了。柳如烟立马拿出纸巾，温柔地擦了擦沈浩宇脸上的泪水，还拍了拍他的背。没事的，不是你的错，别哭了，乖。看看你是怎么做的，再看看浩宇是怎么做的，简直高下立见。说完，2个人就护着哭得梨花带雨的沈浩宇，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。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我只觉得胸口郁气难抑。3天后是原本就定好的同学聚会，我刚到，就有不少同学好奇地看向我身后，随后眼里写满了失望。顾小雨，那2个校花怎么没来啊？他们不是你在哪儿，他们就跟在哪儿了吗？是啊，听说你们都考上了华大，开学第1天，你就要在他们中间选一个，你想好选谁了吗？选谁还有他顾小雨选的机会吗？柳如烟和林婉现在更喜欢沈浩宇，你们怎么还问他？这话还没看明白吗？那群人哄笑着等着看我的反应，本以为我会生气，但没想到我一句话都没说，连眼光都没给他们。那群人见我没理会，便想继续挖苦我，始终沉默不语。这时包厢门推开，柳如烟他俩一左一右护在沈浩宇身边推门进来，那群人连忙看向我，又开始哄笑起来。班长连忙打着圆场，大家都到了，聚会就开始吧。聚会上众人吵吵闹闹着，柳如烟细心地脱下外套披在沈浩宇身上。这里冷气足，多穿点，多吃点水果。他们体贴至极地照顾沈浩宇，顾及着上司的事情，都没有朝着我的方向看一眼。我坐在角落里，平静地吃着水果，神情里写满了不在意。中途有人起哄着要玩真心话大冒险，我本不想参加，却被强行拉入局。玩了几轮后，我输了。来，轮到顾小雨给大家分享秘密了。我在心里轻笑一声，眼神从2女身上掠过，随后淡淡道：我的秘密就是在开学那天，我会扔掉2样从小一起陪伴我的东西。这可不算什么秘密啊，丢东西算什么秘密？这局勉强算你混过去了，下次可不能这样敷衍了。我点了点头，但也没解释。不巧的是，下一局输了的又是我。一时间，包厢里众人都在起哄。顾小雨，这次可不能那么轻松的放过你。我们想个男的，不如就问柳如烟和林婉，你到底会选谁做女朋友？这个问题一出，包厢里人人探着脑袋等我回答。柳如烟紧张的一连喝了好几次水，林婉也不慌多让，拳头攥得紧紧的，一刻都没有松开。我看了他们一眼，有些诧异。如今满眼都是沈浩宇的他们，竟然还会紧张我的答案。我冷笑一声，2个都。话还没说完，突然惊呼一声，众人回头望去，只见沈浩宇竟不小心将水泼在了身下，水瞬间打湿了他的裤子，2人脸色微变，游戏被迫中断，众人也就没了继续玩下去的心思。有些人小声议论着说想走。大家先别走，老师还买了很多烟花，让我们大家一起去江边放。
祝贺我们开启新征程。一行人热热闹闹地走去放烟花，朵朵绚烂的烟花在漆黑的天空绽放，几乎所有人都在默默许愿，只有沈浩宇冲着江面大声喊着：“希望如烟、婉儿的心愿都能成真。”闻言，柳如烟一向淡漠的眸子忍不住有些动容，林婉则是笑得刺眼，还心软地揉了揉沈浩宇的发丝。你怎么这么傻？谁许愿是为了别人？可你们在我心里就是最重要的人了。你也是我最重要的人。我只觉得空气里都充满了甜到腻人的味道，不愿意再待在他们附近。于是我转身去了角落里，一个人静静地欣赏着烟花。顾小雨好像不开心，连烟花都没放。我们去哄哄她吧。上次的事情我已经不生气了，你们也不要生气了。柳如烟眸色一深，好像是在地上生根了一样，一动不动。林婉也偏过头，不肯动弹。既然你们不肯去，那我就去哄哄她，给她一个惊喜。说着，他笑着抱起烟花，在靠近我身后时悄悄点燃，随手扔到我的头上。砰的一声，烟花炸开，众人纷纷望去，只见我全身都着了火，两人心口一紧，疯了一般的跑过来。顾小雨，再次醒来时，我睁开眼睛，入目一片洁白，鼻尖闻到了浓浓的消毒水味。我刚动了一下，全身疼得厉害。别动，你身上烧伤严重，好在送来的及时，也植了皮，才不会在身上留疤，不然你这么好看的一张脸，可是彻底毁了。我想到昏迷前的一幕，只觉得心口阵阵发寒，想开口，可浑身的疼痛让我没有力气。对了，当时是2个长得很漂亮的女生送你来的医院，她们送过来的时候你昏迷了，她们急疯了。这几天你昏迷多久，他们就守了你多久。刚刚才被劝去休息了，要我们去叫醒他们吗？他们要是知道你醒了，一定很开心。不要，我不想见他们。护士点了点头，背着换药的车离开了。可没过多久，得知消息的柳如烟和林婉还是匆匆赶来了。他们平日里都有洁癖，可如今却眼里布满了血丝，衣服也好几天没换了，满眼都布满了心疼。在看到我的那一刻，眼里还有着颤抖。顾小雨，你还好吗？对不起，是我们没保护好你。我还没开口，柳如烟就再次开了口，地上一大沓手写的道歉信。顾小雨，我知道你很疼，这次的确是沈浩宇做错了，不过他也不是故意的。这些天你昏迷了多久，他就愧疚了多久，一直在想着怎么跟你道歉，你就原谅他吧。听到这番话，我掌心都在泛寒。受伤的是我，他愧疚难道也要我来负责吗？让他过来跟我受一样的伤。话毕，我闭上眼睛，不想再看他们的脸。林婉蹙了蹙眉，声音尽量温柔。顾小雨，你不要这么咄咄逼人，浩宇真的很自责。他那么自责，你们心疼就去看他，留在我的病房干什么？我的眼里满满的冷漠，仿佛拒人千里之外。二人对视了一眼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他们知道现在自己说什么我都听不下去。顾小雨，我找了全市最好的医生给你诊治，不会留疤的，你放心。我留了柳家的保镖在这儿，想吃什么就直接跟他们说，我们每天都会来看你。说完，两人深深看了看床上闭目养神的我，迈步离开。他们离开后，我咬着牙，疼得大口大口呼吸着。自从醒来那一刻，麻药就失效了，全身都像是刀绞一般的疼。我一直都强行忍着委屈和疼，不肯发出一点脆弱的声音。直到不知过了多久，爸妈匆匆赶来。小雨，疼不疼啊？我再也忍不住，忍了许久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出来。妈，我好疼！妈妈抱住我，心疼的不成样子。爸爸脸色黑沉，用力地拍了拍桌子。真是引狼入室，那个沈浩宇肯定是故意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会撤销对沈浩宇的资助，也会尽量找证据追究他的所有责任。过了许久，我的情绪终于稳定了下来。爸妈也因为工作不得不离开。小雨，好好养伤，爸妈工作忙就先走了，但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父母匆匆而来，又匆匆离开，病房里再次空荡冷清下来。我却不如之前那般难过，心里暖暖的。我闭上眼睛，才刚刚酝酿出睡意，一阵敲门声响起，还没来得及出声，就听见病房门被推开。这次来的是沈浩宇，他哭得梨花带雨，眼泪大颗大颗滚。顾小雨，对不起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不能没有顾家的资助，我也不能坐牢，我会活不下去的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道歉的话语说了无数遍，我却感受不到一句真心实意。如果不是撤掉了对他的资助，如果不是追究他的责任，他还会来道歉吗？不用想都知道。我并不想看见他，伸手按了按一旁的护士铃。护士姐姐，我不认识他，他吵到我休息了，麻烦你帮我轰走他，谢谢。护士眼里瞬间提起警惕，连忙抓着沈浩宇的手请他出去。沈浩宇脚步跌跌撞撞，一边被推着，还一边恳求着。身后突然传来2个声音：不准动他！柳如烟和林婉连忙扶住沈浩宇。你还好吧？他故作轻松地摇了摇头，红红的眼圈却揭示了一切事。我没事的，顾小雨不愿意见我，我还是走吧。他话是如此说，却没有丝毫动作。见状，两人连忙抓住他的手，再次闯进病房。顾小雨，浩宇是真的很自责，撤销资助便算了，追究责任真的过了吧？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。婉儿，你不用帮我说话了。我虽然不是故意的，但要不是我，顾小雨也不会受到伤害，还植了皮，
受那么大的痛苦，我也知道他不会轻易原谅我。我躺在病床上，看着两人争相为沈浩宇辩解的，一时间只觉得有些恍惚。我真的认识面前这两个人吗？我们三个青梅竹马10几年，沈浩宇才出现1个月而已，怎么能变得这么快？眼前的3个人还在争来争去。我不接受道德绑架，原不原谅是我的事情。现在我要休息，请你们离开。两人相视一眼，都能看到彼此眼里的诧异。他们没想到我会这样冷漠。沈浩宇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，眼睛都哭得红肿了。柳如烟轻哄着，擦干他脸上的泪水。乖，别哭了，不怪你，还有我们在。对，顾家不资助了，还有我们在，不用担心之后的学费。至于剩下的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我们会想办法帮你脱罪。听到这些，我闭上眼睛，嘴角嘲讽地扯出一抹笑。我自然知道，只要他们想，他们自然可以保住沈浩宇。那么来祈求我的原谅，又是为什么呢？我在医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柳如烟他俩几乎每天都来看我，我每次都拒绝见面。没办法，他俩只能每天把礼物放在门口，等待着有人进去时能顺带着送进去，但每次都是被我送给值班的护士了。一直到出院那天，他们俩来接我。顾小雨，伯父伯母在外面出差，我们来接你。我看都没看他们，转身就要换个方向离开。柳如烟沉了沉脸色，一把抓住我的手。顾小雨，因为你不开心，最近我们都没见沈浩宇了。你不喜欢他情有可原，为什么连和我们的关系都这么生疏了？我却忍不住的觉得可笑，是我故意生疏的吗？难道不是你们一步一步把我往外推，强行和我分割开来的吗？我只是笑了几声，没有回答。林婉将车开过来，堵在门口。顾小雨，你要是不上车，我们就一直堵在这儿。我敢保证，这条道上的所有车都无法通行。很快，不远处的汽车就抗议地按了几下喇叭，接下来越来越多的车堵在后面。我不想扰乱交通，只能上了林婉的车。而一上车，两人就开始疯狂献殷勤。林婉举着草莓蛋糕道：顾小雨，你看，这是你最喜欢的蛋糕，你不是一直想吃吗？我排了好久的队了。不用了，我现在不喜欢了。柳如烟又将一盒包裹精致的药膏推到我面前。没关系，不喜欢就不喜欢了。这是我找国外知名医学教授买的药膏，对伤口恢复有好处。不必，医院开了药，用不上这些。无论两人怎样献殷勤，我都一一拒绝。突然，我感觉座椅夹缝里好像塞了什么东西，我摸了出来，是一张纸条。纸条上娟秀的字体写着“浩宇王子的副驾”，我不由得嗤笑一声。林婉连忙抢过那张纸条，用力撕碎。顾小雨，你别误会，这是我上次游戏输了的惩罚。匆忙的动作像是生怕我误会，我却丝毫不在意的轻笑了一声，和我无关。怎么会无关呢？你忘记之前答应过我们什么吗？开学第一天要做出选择了。对呀，你选好了吗？我瞥了他们一眼，这话你们去问沈浩宇，似乎更加恰当一点。柳如烟和林婉神色骤然变了，纷纷急着解释。为什么要问浩宇？我们对他没有那个意思。顾小雨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一些什么？我却不想再听，我闭上眼睛，头抵在车窗玻璃上，充耳不闻。柳如烟他俩也不敢再说话，只是两人对视一眼，只觉得我好像变了很多，变得愈发不在意他们。他们想解释，但又一时间不知道从何开口，于是只能安慰自己，等开学那天就好了。我刚到家，便接到了老师打来的电话。顾小雨啊，你这次考得很不错，是咱们市的状元。学校想请你回来，给学弟学妹们做个演讲，传授一下学习经验。我犹豫了一瞬，如果我去演讲，那么我改志愿的事情就瞒不住，但我只迟疑了几秒，便答应了下来。改志愿这件事，他们早晚会知道，只是为了避免麻烦，我才一直瞒着。但这件事已成定局，他们抓狂也改变不了什么，我不能因为怕他们发现就畏首畏尾。比起这个，我更想给学弟学妹分享一些学习经验。想到这儿，我花了3天时间，充分地准备了这场演讲。然而就在临上台时，柳如烟他俩拦在我面前，挡住了我上台的路。林婉有些不自然地开口：顾小雨，这次你不需要上台了，要不和我们一起出去吃点东西吧？或者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，我们带你去。什么意思？柳如烟沉默几秒，这才接过话。浩宇很想锻炼自己演讲的能力，所以我让父亲出面，把这次演讲机会让给了他。柳父投资了几栋教学楼，临时换了个演讲人选，不过是他一句话的事。这时台上传来了沈浩宇清脆的声音，我循着声音抬眸望去，发现沈浩宇赫然出现在台上，望着怔愣的出神的我。柳如烟他俩都不由得提心吊胆，他们等待着我发火生气。然而等了好一会儿，我却始终冷着脸，没有任何生气的反应。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各种应对的手段，此时都没有派上用场。我只是笑了一下，什么都没说，转身离开。真可惜，柳如烟、林婉，你们错过了最后一次得知真相的机会。开学当天，爸妈特地赶了回来。小雨，行李都准备好了吗？北大离京师这么远，该带的可一定要带上。父母操心的反复清点行李的数量。我们送你去机场吧，你一个人出这么远的门，爸爸不放心。不用了，我已经长大了，爸妈你们工作忙，不用管我了。即便我这么说，爸妈心里却还是有些不放心，抹了抹眼泪。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，我们怎么能放心？我笑着抱了抱母亲，妈，我只是上个学，你就哭成这样。
万一我以后出去工作，你岂不是得哭晕过去？妈妈这才想起什么，连忙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串电话号码。小雨，其实家里在你小时候给你定了一门亲事，但柳如烟和林婉这俩孩子从小缠着你不放，我们也一直以为你会娶他们中的一个，就一直没提。现在看来，他们也不适合你。那孩子也在北大念书，和你一个学校。虽然现在不讲究什么娃娃亲了，但要是你们处得来就处，处不来你有什么事找他帮忙，也好有个照应。说着，父母将那张纸条放在我手心，我刚要推脱拒绝，柳如烟和林婉突然走了进来。伯父、伯母，你们放心，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。在场几人都知道两人是听差了，误以为是在说他们，但每个人都沉默着，没有一个人告知真相。我平静地将纸条放进自己口袋里。你放心，我知道了。妈妈擦了擦眼泪，应了声。爸爸也忍不住红了眼。柳如烟他俩对视了一眼，不明白他们怎么哭成这样。叔叔阿姨，华大就在本市。顾小雨虽然住在学校，但是周末还是可以随时回来的。他要是想家，我们也可以天天送他回来。爸爸妈妈叹了口气，什么都没说。柳如烟和林婉也没看出异样，连忙去我的房间殷勤地帮我提行李箱。可进去后，两个人都吓到了。不就在本市吗？随时可以回家，带这么多衣服做什么？我怎样都跟你们无关，我衣服多本就正常。对，你想买多少就买多少，等开学手续办好了，再带你去买点。柳如烟没再开口，而是随手提起一个行李箱，素来清冷的脸上如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。顾小雨，坐我的车走吧，我在学校给你准备了惊喜。林婉连忙抢走他手中的行李箱，还是坐我的车吧，我也准备了惊喜。两人一左一右地拉扯着我，争夺之间，突然不知是谁的电话响了。如烟，婉儿，我在去学校的路上出了车祸。两人瞬间神色大变，连忙着急地问：你怎么样了？怎么回事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就是吓到了。别动，在原地等我，我马上来找你。别害怕，我过来找你。挂断电话后，他们才想起一旁的我。还没等他们开口，我先一步打断他们：不用你们送我，我自己去学校。柳如烟欲言又止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那到了学校，记得打电话给我。顾小雨，你说过开学第一天要在我们中选择的，别忘记了。我始终冷淡地望着他们，没有点头，也没有回答。两人总觉得有点不对劲，但林婉的手机又响了。那头的沈浩宇哭得梨花带雨，又是说自己害怕，又是说自己腿疼，两人这才不得不离开。走之前，他们还不忘将我的行李搬到我家司机车上。柳如烟和林婉一步三回头，再三提醒我记得联系他们。然而我始终没有回复一句话。终于两人各自上了自己的车，而我也上了车。刚坐下，我的手机就微微一阵风。我打开后才发现是沈浩宇发来的。顾小雨，看清楚了吗？只要我一个电话，他们还是会抛下你的，就算你成为了他们的男朋友也一样。你要是还继续资助我的话，我就考虑将其中一个让给你。我嗤笑一声，指尖敲下了几个字：不用，这两个我都不要了，全送你了。发完后，我利落地拉黑了沈浩宇，随后也拉黑了柳如烟跟林婉。最后我将手机卡掰碎丢掉，重新从包里拿起一张新卡换上。司机踩下油门，汽车朝着和另外两人相反的机场方向开去。我看着飞驰的景色，微微一笑。这一次，我将彻底开始新的人生。飞机起飞的那一刻，我心想过去的一切都结束了，我要开始我全新的人生了。而这一部分的人生里，没有他俩的参与。这边的飞机刚刚起飞，与此同时，另一边柳如烟和林婉双手捧着鲜花，站在华大校门口，脸色越来越黑沉，迟迟没有看到顾家的车。他们心里的预感越来越不妙。不知为何，他们心里都有种不安的感觉，并且这种感觉逐渐扩大。一个念头油然而生，那就是我不想接受他们的表白，说不定我只是换了一条路进校门而已。此时他们身后摆着的无数鲜花，吸引了不少学生的视线，甚至有些好事者将他们拍下来，还发到了学校的论坛里。咱们学校的新生美女们第一天就搞这么大的阵仗，这是要向谁表白啊？到底是谁这么幸运啊？你还真别说，他们长得各有风格，一个清冷孤傲，一个热烈肆意，不会是要向同一个男孩表白吧？现在他们还在校门口，我也去看看。无数人看到这条论坛后都赶过来围观，周围围着的人越来越多，围观群众也纷纷低声议论着，似乎都想知道到底是谁能有这样的好运气，居然能被这样两个极品大美女表白。柳如烟焦急地看着手机，不断拨号，不知道打过多少遍我的电话，对方始终没有接听。林婉脸色黑成锅底，用力捏着手机，他把我拉黑了，根本联系不到他。林婉几乎要硬生生将手机捏变形。很显然，柳如烟泛着凉意的眸子也写着烦躁二字。他们从来没有碰到过今天这样的事情，一定是我出什么意外了。提前准备好的鲜花、钻戒、礼物被随手扔在原地。柳如烟不顾一切地飞奔回家，林婉也急忙在学校里到处找我。顾家的门再次被敲响，这次过了好久才有人开门。请问有事吗？看见佣人的身影，柳如烟眉头紧蹙，一时间哑了声。顾小雨还在家里吗？说着，他的眼神还往里看了看。房子里并没有我的行李箱，也没有我的身影。佣人满头雾水。柳小姐，少爷他早上不是跟你们一起出门了吗？
伯父和伯母还在家里吗？我有问题想问他们。先生和太太在你们出门后就去外地出差了，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他们。随后缓缓关上门，柳如烟眼眸深沉，手指攥紧成拳头，自言自语：如果电话能打通，那就好了。难道小雨是真的不想答应我们表白才躲避的吗？明明我处理好了沈浩宇的事情，就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了学校准备惊喜，为什么还是慢了一步？只差一点点，我们就可以解释清楚。柳如烟失魂落魄地返回学校，然而另一边的林婉也没有好到哪儿去。她到处问有没有人看到过，路过的同学都摇了摇头。姐妹，你这么找也不是回事啊！你要找谁？去学生办问问，或者去教务处查一查，让他们进学校系统里查，这不快多了吗？谢谢你，我真是蠢，居然用这样笨的办法找。得到指点后，林婉连忙跑去教务处，找到负责学籍管理的老师。老师，我的男朋友也是学校的新生，但一直到现在都失联了，我想找您帮忙查一查，他登记入校了没有？老师犹豫好久，直到林婉表示可以捐赠移动图书室，才眉开眼笑的答应。他在系统里查了好几次，都没有查到顾小雨这个人，就连一个重名的都没有。老师指着屏幕上的名字，反复确认，有些不确定。这位同学啊，你确定你男朋友是叫顾小雨，没打错吧？是的，没错，我怎么会记错他的名字？这下该轮到老师心慌了，他下意识查了查新生录取名单，一连找了好几遍，连带着林婉一起看了不知道多少遍，才下结论道：同学，你说的小雨并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，我们今年录取的学生并没有这个人，包括往年的也没有这个人，系统的记录不会出差错，是不是你男朋友骗你？要是真骗你了，可得赶紧报警啊！听见这番话，林婉只觉得如遭雷击，脑海中回荡着轰隆的雷声。这时柳如烟接到消息也赶了过来，她周身的气势冷得吓人，几乎没有几个人敢靠近她，都恨不得离她千里之外。怎么样了？林婉摇了摇头，将刚才得知的消息全盘托出。小雨究竟去了哪？他要离开我们。两人心中都不由得升起这个念头。林婉眼眶微微泛红，身躯小幅度摇晃了几下，难以接受。早在来学校的路上，他就把每一种可能都想过。他甚至想过小雨只是吃醋赌气而已，但根本没想过他会离开。一时间两人都有些无法接受这一点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们都在想，是不是将他逼得太紧了，才让他这样不辞而别。但下一刻，一个男生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思考。大美女们，校门口有个男孩捡起了你们的礼物和鲜花，说认识你们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外面都下雨了，林生病了可不好啊。闻言，二人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彼此眼里的惊喜和激动。他们喜出望外，连忙出门冲去校门口。是小雨吗？他们心里都产生了这个不可能的幻想，不在一个学校也没关系，只要小雨还愿意接受他们的表白就好。离校门口越来越近，林婉的心砰砰乱跳，柳如烟也紧张得不得了。直到校门口抱着2束鲜花的男孩转过身来时，他们都愣在了原地。怎么是你？沈浩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雨呢？沈浩宇浑身都被雨水淋湿，努力用自己的小身子挡住雨水，不让雨水打湿怀里的鲜花。如烟、婉儿，你们终于来了，我帮你们守着礼物跟鲜花。小雨怎么还没来啊？我都在这儿等了好久了。这些不用你守着，你先回去吧。小雨不会来了。他们都没想到如今会是这个结果，满心的期待瞬间落了空，他们心里的滋味自然是不好受的。此时也没心情去哄沈浩宇，然而沈浩宇并没有死心，他抱着礼物笑着哄他。如烟、婉儿，不要灰心，小雨只是还没想好，说不定过段时间他就会想明白了。你看你们准备的礼物很好，像我这样的男孩子就很喜欢，小雨也一定会喜欢的。只可惜这番话两人都没有用心在听。从前舍不得沈浩宇受一点伤的他们，现在对林雨的他都能视若无睹。小雨不会喜欢的。他们3个从小一起长大，怎么可能还不明白小雨的意思？他这样的行为很明显就是拒绝。为了离开他们，小雨改了志愿，却从未跟他们透露。难道这个举动还不够明显吗？原以为他们对沈浩宇好就会让小雨吃醋，从而和沈浩宇争，最后答应表白，却没想到他2个都不要。柳如烟2人的眼里满是落寞。这时沈浩宇却突然地打开了2个礼盒，将手表和钻戒戴在自己身上。他一左一右握住他们的手。如烟、婉儿，小雨不喜欢，但还有我呀，你们这么好，小雨看不见，你们能不能看一看身边人？我也是很不错的。沈浩宇不顾雨水打湿身上的衣服，大声喊出了这番话。刹那间整个校园都沉默了，包括柳如烟和林婉。林婉有些不自然地扯了扯嘴角，玩笑似的开口：沈浩宇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你别闹了，把钻戒摘下来，这不是你能戴的。柳如烟盯着沈浩宇的双手，眼神冷到像是想将这双手砍掉。谁准你戴上的？摘下来，他不是给你的。他冰凉的手死死攥着沈浩宇的手，硬生生将刚戴上的戒指摘了下来。沈浩宇几乎愣在了原地，眼泪瞬间涌了出来，哭得很委屈，连连道歉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是属于小雨的，是我误会了，是我多想了。
沈浩宇自嘲一笑，随后哭着离开。然而他跑了没多远，却始终没有听到身后追上来的脚步声。这一次他是彻底慌了，原本以为他们已经任由他掌控了，已经爱他爱到无法自拔了，可为什么还会这样？明明小雨都在约定好表白这天抛弃了他们，凭什么他们还那么爱他？沈浩宇站在偏僻的湖边，一时间迷了路。他也才第一天来到这个学校，一不小心走偏了，之后就忘了该怎么走。他气得一脚踹在一旁的大树上。为什么连路都要为难我？却因为下雨路滑，一个不小心摔了个劈叉，提前精心准备的形象却被弄得乱糟糟的。沈浩宇几乎要被气哭了，躺在地上龇牙咧嘴，好久才勉强爬了起来，内心充满怨恨。为什么他们都那么喜欢小雨？即便都这样了，还是那么爱他。家世地位金钱，爱他的父母，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妹，他什么都有，为什么不能让一让我？哪怕让一个给我都好，凭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他的心里怨恨越来越浓，一拳狠狠砸在树干上，手指关节。小雨成绩最好，她去了北大。当时我们学校接到通知时，还觉得有点奇怪，怎么没和你们两个一起留在本市的华大？但是已成定局，你们当时也没问。我们班级群里当时还发了录取名单呢，你们看一看就知道了。闻言，林婉连忙点开班级群，认真的翻找着。柳如烟道谢后挂断电话，果不其然，在录取名单上看到小雨的名字后，两人都愣住了。北大在数千里之外，他怎么会选择去呢？明明之前我们还按照约都填了华大，为什么突然改了？与此同时，我刚从飞机上下来，就看到了一个举着我名字的人，顾小雨。我一时间有些愣住。白宁冰伸手接过我手里的行李箱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是白宁冰，你的娃娃亲对象。”随后他叫了白家的司机，一起将我剩下的行李搬上车。我就这么呆呆愣愣的任由白宁冰带着走，直到感受到北城凉爽的气候，我下意识瑟缩一下，都渗出血丝了。然而此时的柳如烟二人小心翼翼地将传家宝装回盒子，他们从来没想过要接受沈浩宇，更多的是拿他当个气小雨的工具。小雨不在这里了，也就没必要对他那么好了，更何况因为他，小雨谁都没有选。柳如烟看向林婉，眼里带着不满。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做那个该死的约定，或许现在我们早就将小雨追到手了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连小雨去了哪儿了都无从得知。随后便是无尽的沉默。柳如烟突然开口：“高中班主任肯定知道小雨去了哪里。”对啊，刘老师是我们的高中班主任，一定知道小雨去了哪所大学。二人连忙拨打手机：“喂，刘老师吗？是我柳如烟，我想问一下，小雨去了哪所大学？”你们三个几乎天天在一起，难道还不知道小雨去了哪所大学？柳如烟略微有些惭愧地沉默着。电话那头，刘老师自豪地开口，头脑瞬间清醒过来：“我没有认错人吧？你真的是我妈妈口中的娃娃亲对象？”我的问题刚抛出来的刹那，一件风衣披在我身上，白宁冰拿出一张照片放在我眼前。我想我应该不会认错。我接过看见照片上的人是自己，照片上还沾染上了些许他身上的香味。抱歉，我不该怀疑你的。没关系，我们去学校，我在北大商学院金融管理专业，大你一届，有什么事可以找我，加个好友吧。白宁冰将我送到了宿舍楼下，还和司机一起将我的所有行李都搬到了宿舍。我还来不及拒绝，他就先一步将我的行李收拾好，包括床铺。只有我的一些私人衣服是由我自己整理的，其余基本上都被他包揽了。就连缺了什么东西，他都第一时间注意到，连忙让人去买来。我一时间都有些受宠若惊，他实在是有些过于体贴了。看着白宁冰忙碌的背影，我有种她真的是我女朋友的错觉。不过瞬间我就清醒过来，有着之前的前车之鉴，我几乎不想再拿出那颗真心。宁冰姐，今天谢谢了，有时间请你吃饭。好。直到我躺在床上沉沉睡去时，华大的柳如烟和林婉都没有丝毫睡意。顾小雨不在华大，这里的一切仿佛都失去了吸引力。柳如烟拒绝了所有班级活动，就连不久后的军训都托关系推脱了。她站在阳台上给柳父拨去了电话：“喂，爸，我想转校去北大。”电话那头愣了好久，随后怒骂声传来：“柳如烟，你疯了吗？大学不是高中，不是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，我不会同意的。你知道，以柳家的身份地位，你的一举一动都要格外谨慎。转校这样的事情就别提了，除非你退学重新高考。”话音刚落，嘟嘟一声，电话挂断。柳如烟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，她没有丝毫失落。这通电话不是询问意见，而是通知。与此同时，一旁的林婉也是一样的遭遇。林婉，你当你是3岁小孩吗？今天去这里，明天又闹着要去那里上大学，不是在开玩笑。就你那个吊儿郎当的状态，能考上华大都是我烧香拜佛的结果，我和你妈妈不会同意的。我知道你们是为了小雨想去北大，但还是不行，他跑那么远不就是为了离开你吗？死心吧，林家不会给你提供任何帮助，你要是真想去，那就自己想办法。
林婉眼眸沉沉，却始终一言不发。在哪个大学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。从前是以为小雨喜欢华大，就特意带他来华大校门口打卡，约定来这里上大学，却没想到小雨为了逃离他们，居然能做出这样草率的决定。二人几乎彻夜未眠。第二天本应该是和同学们一起去开新生会议的，他们却朝着教务处走去。教务处老师眉头紧锁，一遍又一遍地问：华大不好吗？为什么要退学？你们高中那么久的努力，难道想白费掉吗？你们要明白，华大和北大旗鼓相当，去哪都是一样的，何况这里更适合你们的未来发展。老师费尽心思，试图将这两尊金佛留下来。老师，以我的智商，考上哪个学校都是轻而易举。小雨不在这里，我也没必要留下来。我也是，不过是高考而已，稍微用点心思就好了。我不想和小雨分开。教务处老师犹豫不决，这时沈浩宇站在门外听完了这番话。他本以为如今他们三个都在华大，唯独小雨不在，是他的机会来了，却没想到他们居然会为了小雨退学。不要，如烟，婉儿，能不能不要退学？我不想和你们分开，你们也看一看身后的我，好不好？求你们了，能不能不要只看得见小雨？我也不比他差，明明我更喜欢你们。两人听了这番话，眼里的怪异和嫌弃越来越明显。办公室里是死一样的寂静。良久之后，柳如烟先一步打破平静。沈浩宇，记得你之前答应过我们什么吗？此话一出，沈浩宇的心都凉了半截。林婉强忍着怒火，拽着他走出办公室，随后一拳破风而来，却打在一旁的墙上，墙皮脱落，一些碎渣掉在沈浩宇身上。沈浩宇，之前我们说好了，你陪我们演戏，让顾小雨吃醋，你答应过我们的，绝对不会对我们产生不该有的想法，我们才选择你的。当初是你和我们保证说会帮我们追求小雨的，可现在呢？你借我们的手把小雨逼走了，还想对我们表白。我记得我警告过你不止一次，不要对我们产生不该有的情感，现在该怎么算呢？他们两人一人一句，几乎将沈浩宇钉在了十字架上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处理极刑。他心慌到了极点，唇瓣不停地颤抖着，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这段时间里，沈浩宇沉浸在美好中，早就已经忘掉了当初的约定。还记得他最初认识二人时，他只觉得惊为天人。小雨一次又一次带着他接触他们，沈浩宇亲眼见证了他们对小雨的重视和爱护。渐渐的，他也生出了一种贪念，光是想一想，沈浩宇就觉得兴奋，他做梦都想成为小雨。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沈浩宇找到了他们，谈了一点合作，合作内容是他们假装对沈浩宇好，让顾小雨吃醋，而他则是帮着他们俩追求顾小雨。为了让他们相信这个办法是有效的，沈浩宇故意扔掉了他们给顾小雨准备的情书，还伪装笔记写给了自己。当顾小雨发现那两份情书时，那个震惊和失措的表情，沈浩宇至今记得清楚。果不其然，小雨拿着情书去质问他们，也正如他们所愿，小雨吃醋了。之后他们信了，便决定在来华大开学的当天给小雨解释一切。但他们都没想到，小雨早就已经对二人失落至极。想起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，疯魔的笑了笑。如果不是柳如烟他俩提醒，只怕他还要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美梦里。他们冷漠绝情的眼神，仿佛这段时间里对他的好从未存在过。他下意识伸出手指想去触碰两人，却被毫不犹豫打断。你骗了我，更是逼走了顾小雨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如果不是你，顾小雨根本就不会离开我们。你不是最在乎你的前途吗？我们会撤掉对你的资助，还有之前你欺负过顾小雨，都要一一奉还。沈浩宇笑着笑着就哭了，声嘶力竭地嘶吼着，企图引起两人的怜悯。柳如烟，林婉，你们别自欺欺人了。这段时间里，你们有无数次挽回小雨的机会，可你们都没有，是你们亲手推走他的。我说过了，他根本就不爱你们，最爱你们的人是我。然而在二人的眼里只有冷漠。够了，小雨心里一定还有我们的。随后他们两个将沈浩宇扔在原地，毫不犹豫地去办理了退学。沈浩宇狼狈地跌坐在地上，心里无比慌乱，光是撤销资助就足以将他逼死。他过惯了富贵生活，要让他再一次跌到泥潭里，根本就不可能。沈浩宇一时间有些后悔，连忙起身，拿着他们之前给他的卡去了银行，急匆匆地道：我要取现金，越多越好。慌乱地输入密码，手指颤抖，好几次才输完，等着输入成功。此时恐怕只有大量的现金才能满足他不安的心情。然而这时 ATM 机显示您的银行卡已被冻结。沈浩宇彻底慌了，连忙又换了一台机器，并努力自我安慰，一定是机器故障，不可能这么快的。不知道换了多少台机器，显示的字眼都是一样的。沈浩宇疯狂地喃喃着，拿着银行卡拍在银行柜台工作人员面前，大声吼道：给我取现金，有多少取多少。不好意思，您的这2张银行卡都被冻结了。闻言，沈浩宇全身瞬间没了力气，如一滩烂泥一样瘫软在地上。完了，什么都完了。2张银行卡被他随手扔在地上，整个人几乎绝望到崩溃，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往回走的。走着走着，突然有个调皮的小孩手里拿着一个烟花，还嘻嘻哈哈的和朋友打闹着，随后没看路，一个不小心撞在沈浩宇的小腿上。走开，别碰我！烟花在沈浩宇背后炸开，
沈浩宇的衣服被火星给点着了，隐匿出一个红点闪了闪，随后一个黑衣保镖拿着手机低声报备：顾总，你得手了，保证不会让沈浩宇好过。顾父站在落地窗边，眺望着江面，轻轻嗯了一声。沈浩宇扑腾好久，好不容易扑灭背后的火，随后一瘸一拐地往医院走，背后大片灼烧的疼痛也让他冷汗直流。沈浩宇面如灰色，刚走了几步就晕倒了。沈浩宇再次醒来，全身都是撕裂的疼。护士见他醒了，催着他缴费。沈先生，你手机里的联系人都联系不上，手术费和住院费还需及时缴纳，不然后续的手术恐怕无法完成，也无法继续住在医院接受治疗了。求求你们了，救救我吧！我现在在医院没钱交手术费做手术，求求你们就再帮我一次吧。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，但小雨的心也不是我能预料到的。你们之前不也试过了，是有效的，求求你们了。祈求的话，沈浩宇不知道说了多少遍，声音都沙哑了。电话那头的柳如烟才迟迟出声：说到这里，我好像忘了，你之前居然对小雨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情，我们的手段还是太轻了，才会让你现在还想着来求我。伤害小雨的，你就应该千倍百倍奉还。柳如烟和林婉退学后就立马报了复读班，一时间有知情人将沈浩宇的事情报了出去，无数人谈论起沈浩宇都带着鄙夷。只不过他如今躺在医院里并不知情，柳如烟自认为自己成绩不错，即便不去复读班学习也能考去北大，复读不过是挂个名头而已。即便林婉成绩不如柳如烟，他自然也是不担心的，抵不过柳如烟，他还可以请家教。于是两人马不停蹄地赶去了北城北大。与此同时，我在这里认识的舍友人都不错，校园里的一切美好到几乎让我忘了两人。军训结束，我的手机响了一下，又是白学姐约你出去吃饭吧。说实话，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啊？对啊，不少人都磕你们两个 CP， 我们三个还在打赌，白学姐究竟还要多久才能追到你？我可不能输。几人闹哄哄的，你一句我一句的，我不由得脸颊羞红。行了，我还没想好呢，更何况他也没有正式表白，我只是感谢他这段时间的帮助而已。敷衍过去几个室友后，我站在宿舍楼下探头探脑的，却没看到白宁冰的身影。正当我疑惑的时候，我军训时候的教官捧着一束红玫瑰出现在我面前。那个顾小雨，我对你很有好感，请问我可以和你在一起吗？我身后有不太早完成一切挑战，也太过没意思。只是白宁冰没想到，他的人生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，他也是在见过我之后才觉得我有点意思。你那么厉害，他们应该只是敬畏你而已。我为刚才发生的一切找好了借口。白宁冰浅笑着，却没有解释。白宁冰领着我去一家私房菜的路上，却和两个不想看到的人不期而遇。他是谁？从来没有人给过他们这样的危险，即便是他们彼此都没有这种危险的感觉。从前他们一直以为我会选择其中的一个人在一起，却没想到我谁都没选，而是选了另一个人。柳如烟眸光冷的出奇，毫不退缩的和白宁冰对视。他是谁好像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吧？此时此刻你们不应该正在陪沈浩宇吗？这时白宁冰安慰的握住了我的手，给予我温暖的力量。我们没有和他在一起，他已经得到了该有的惩罚，之前的事情我可以和你解释的。照片上沈浩宇不复往日风采，所以小同学围观起哄，答应他。抱歉，我不喜欢你，不能和你在一起。美女教官脸色顿时十分难看，嘴唇蠕动几下，想再说些什么。这时白宁冰出现在我身后，温热的手掌礼貌性的搭在我肩头。顾小雨已经拒绝过了，你该离开了吧？看见白宁冰出现，教官瞬间脸色一片灰暗，失落的离开了。众人也纷纷退散开来，他们好像都很怕你。当然，毕竟我也算得上是他们半个老师，当然害怕。老师，你不就比我大了一届吗？在去年下半年，我就已经完成所有大学学业，提前进入研究生的学习之中。就在今年的上半年，我破格成为代理老师，教部分学生的课。或许是因为这一点，他们才这样害怕我吧。白宁冰隐瞒了一些事实，但也无足轻重。实际上，从小接受精英教育的他，早就已经自学完成了大学的一些课程，如今不过是在完成一些人生的必备旅程而已。毕竟，你们是打算来替他寻求原谅的吗？好像没有这个必要吧。我并不觉得还有什么需要解释的。我们不是来替沈浩宇求原谅的，他现在这样是他活该。之前是我们被他骗了，才对你那么冷淡。林婉和柳如烟相互补充着，解释到这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一切，因为他们害怕再不解释，就可能会真的错过顾小雨。两双截然不同的眼睛里是同样的真诚。你是在说笑吗？还是在骗我？这就是你们的解释吗？未免也太可笑了。即便你们说的都是真的，但我受到的伤害都是真实的。我不想原谅你们，也不可能原谅你们了。柳如烟、林婉，真正爱一个人，绝不会用伤害的方式来对待心爱之人。你们要是真的喜欢顾小雨，就不会那样伤害他。还有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顾小雨的未婚妻。此话一出，两人都愣在了原地，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。顾小雨，我要你告诉我这件事是真是假，只要你说是假的，我就相信。
我也有些意外地看了白宁冰一眼，他给了我一个安抚的眼神。我会意地搂着白宁冰，自然地和他十指相扣。难道我们表现得还不够明显吗？我爸妈早就为我们定下了娃娃亲，现在白宁冰已经是我的未婚妻了。你们放手，顾小雨，娃娃亲不能当真。我们很爱你，就不要故意找人来气我们了。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，我们做错了事情，你要怎样惩罚我们都好，但不要这样子，我们不能没有你。没过1分钟，出现了几个保镖，将柳如烟和林婉拉着，便要带走。你们退学和我无关，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。我早就不喜欢你们了，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吗？直白的拒绝彻底伤透了二人的心。当着他们的面，白宁冰牵着我的手走进私房菜馆。你还好吗？没事了，多谢你的帮忙。两人坐在餐桌前，白宁冰安静地吃着饭，我们的口味十分统一，桌上的饭菜都是我们喜欢的。白宁冰时不时注意着我的喜好，帮我夹菜水，为我添茶水。见我唇角微微上扬，白宁冰也极小幅度地勾了勾唇，随后不着痕迹地看向一个隐秘的角落。柳小姐，奉劝你们最好不要再来打扰顾先生，不然后果自负。柳如烟默默地爬起来，完全没将这番话放在心上，不纠缠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另一边，林婉刚被送回家，就被林父关了起来。爸，我不会对顾小雨放手的，你之前不也支持我喜欢他吗？为什么现在不能继续支持了？你也知道那是之前，这1年里你是怎么对顾小雨的？难道你都忘了吗？你知道我和你妈多少次去顾家赔礼道歉吗？你对不起顾小雨就算了，和沈浩宇牵扯不清也就算了，为什么都做了这么多，后又回头？林家的颜面都被你丢尽了。看来之前是我和你妈妈太宠着你了。从今天开始，给我在家里好好学习，不许出门。林父气得胸膛起伏，林母连忙顺了顺他的后背，林婉却依旧执着的不肯低头。爸妈，之前是我对不起顾小雨，我自己能承担的，我也会求得他的原谅，但我绝对不会放下他的。在柳如烟的帮助下，林婉逃出了祠堂，柳家空无一人，地上堆积了许多东西，每一件都承载着从前3个人的回忆，有小时候3个人一起玩的记忆，有写着心事的日记。顾小雨向来心软，一定会原谅我们的，我们只不过是用错了方法而已。林婉看着那些东西，沉默了许久，才艰难开口：我们合作吧，面对同样的敌人白宁冰，我们只有合作才有机会抢回顾小雨。短短的3天里，他们将从前所有的东西都整理了出来。看着足足装满了几个箱子的物品，他们突然愣住了。不知为何，他们心里无比的慌乱。下意识的，他们想起那天被顾小雨扔进垃圾桶里的玩偶。真的是因为发霉了吗？他们这些都还保存得好好的，他的那些怎么可能会发霉？开学之前，短短2个月内发生的一切，反复在二人脑海中回荡。明明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答案，但他们却下意识的逃避。才回到京市没多久，他们又再次偷偷前往了北城。图书馆里有一个独属于白宁冰的小房间，他和顾小雨面对面的坐着，独自学习着，偶尔交流几句。顾小雨认识到白宁冰的超强能力之后，几乎天天来找他学习。这时，博学的白宁冰就是一个极佳的帮手。顾小雨恨不得时时刻刻跟在他身边，向他学习。他们之间的氛围并不像众人口中议论纷纷的情侣关系，反倒像是师徒。白宁冰也是第一次遇到能跟得上他思路的人，自然是倾囊相授。只不过这一幕落在柳如烟和林婉眼里，却几乎让他们极度疯狂。他们打造了一个由鲜花组成的积木城堡，城堡被运送到图书馆外，里面无数个礼物盒子里都装着他们3个这些年来的回忆，无数蜡烛星光点点，衬托的城堡更加梦幻。柳如烟和林婉都精心打扮过，穿着风格截然不同的裙子，却是同样的细节。他们手捧着鲜花，有些紧张地等着，然而等了很久。进来叫顾小雨的同学来了好几个，顾小雨却始终没有出来。林婉再也等不下去，朝着楼上高声喊着：顾小雨，我来兑现之前的承诺了，之前那次表白你没有听见，这次不能再错过了。不少同学都被吸引了，纷纷探头来看。顾小雨，你之前答应过我，要在我们之中选一个在一起的，现在是时候做选择了。楼上的顾小雨看见这一幕，没有一丁点感动，他直接打了报警电话，理由是有消防隐患，外加扰民。白宁冰也帮着找了学校的管理老师来，顺便叫来一辆洒水车。顾小雨下楼站在他们俩对面。还记得同学聚会那晚的真心话大冒险吗？我说过在开学那天我会扔掉2样东西，就是你们，不管重来多少次，你们俩我谁都不选。话音刚落，洒水车开了过来，一道水流冲过来，瞬间将那些蜡烛都浇灭了。柳如烟和林婉也被淋成了落汤鸡，一场精心准备的表白也混乱落幕。柳如烟额前的发丝还往下滴着水，一张苍白的脸十分难看。顾小雨，对不起，之前的事是我们做的不对，但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喜欢了你很多很多年，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我喜欢你的证明，别那么残忍，求你了。说着，他单膝跪地，拿出了那个熟悉的传家宝盒。这只戒指只能是你的，如果你不要，那我宁可将它丢掉。顾小雨没有丝毫心动。顾小雨，我不求你在我们之中做选择，只要你离开白宁冰，我们愿意一起爱你。随后同样拿出那件传家宝翡翠手表，不少围观群众议论纷纷，顾小雨却不为所动，反而觉得他们这番话荒唐至极。你们疯了吗？我队都被你们亲手掐灭了，
别说原谅你们，更别说和你们继续在一起。不可能的，死了这个心吧。那些传家宝是你们的东西，扔了也和我无关，我不需要。说完，顾小雨毫不犹豫地抬腿离开，决绝的态度足够明显了。柳如烟死死地望着顾小雨离开的背影，却依旧不甘心，还想追上去。请问是谁报的警？这些东西是谁弄的？一番询问后，警察将他俩带走了。一辆警车坐不下这么多，于是顾小雨和白宁冰表示可以开车过去做笔录。一行人前往警局，却在这时，一辆老旧的面包车突兀地朝着警车飞驰而来。白宁冰的司机是退伍的特种兵，反应十分迅速，驾驶着汽车灵活躲开。然而警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即便已经在灵活避开了，那辆面包车像是瞅准警车一样，目标十分明确，不顾一切地朝着警车后方撞去。面包车上驾驶位坐着的男人正是沈浩宇，他要让所有人都后悔。然而他万万没想到，警车坐着的人根本不是顾小雨，而是柳如烟和林婉。他不顾一切地撞了过去，他们二人包括辅警在内都昏迷不醒。不知过了几天，林婉才醒来，他算是轻伤，因为那天他晕倒了，有警察保护着，受伤并不严重，只是一条腿被挤压断了。他拒绝了顾小雨的探望，不想让他看到他瘸了。柳如烟醒了，脑子却出了点问题，只要一努力思考一件事，头就会一阵一阵的疼。柳如烟躺在病房上沉默了许久，也拒绝了顾小雨的探望。顾小雨是谁？我不认识，不想见。病房外，顾小雨听了这话，也就默默地离开了。其实顾小雨心里有几分愧疚的，毕竟沈浩宇是为了撞他，才不小心撞到了他们俩。因此顾小雨留下了一些补偿，就离开了。察觉到顾小雨离开后，病房里的柳如烟无声地流着泪。刚才他都是装的，他并没有失忆，但现在的状态和失忆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。一个向来聪明的人无法正常思考，只能做一个什么都不去想的傻子，这种折磨是何等的痛。两人错过了高考，一直到第2年高考，他们再次参加。林婉考上了北大，柳如烟却考上了北城的另一所大学。这已经是柳如烟拼命努力过后的结果。开学的那一天，林婉再次准备了惊喜。然而这一天，许多同学们都在往操场走，说是有什么热闹，好像有人举办婚礼。同学，请问你可以帮我找一下顾小雨吗？你是新生吧？顾小雨和白学姐今天举办婚礼，你不知道吗？顾学长和白学姐一样厉害，一连跳了好几级，现在他已经破格成为研究生了，以后可能也会在本校任教。他们俩常常走在一起，十分般配。去年的这个时候就表白并求婚了，那个场景浪漫的人人羡慕。今年他们就结婚了，速度真快啊！要是你现在去操场，应该还能看到他们的婚礼吧？闻言，林婉几乎愣在了原地，久久没有动作。她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走到操场边的角落里，柳如烟也出现在她身边。他们看着不远处身穿洁白婚纱的女孩，眼里的渴望从未消散。可是他们都知道，已经来不及了。现在，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顾小雨和白宁冰交换了戒指，下一刻他们就拥吻在了一起。无数人起哄着，顾小雨抱起白宁冰，朝着人群之外跑去。嫁给我，你开心吗？开心。我们好像还没有足够深爱，但却足够懂彼此。两个截然不同的灵魂相触碰的那一刻，就知道彼此是对的人。不知何时，柳如烟和林婉已经默默地离开了。从前无比要好的3个人，最终还是走散了。明明就在一座城市里，二人常常听到他们的事情，却再也没有见过一次。直到某天，柳如烟两人在电视上看到了有关于他们的新闻，无数人羡慕他们的爱情，更羡慕他们的才华和对彼此的信任和理解。